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五步穿草马第3个变化，同时也将找出它真正失败的根本原因。我们直接快速进入棋局，黑方进卒，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，进车过河，黑方上马，红方进兵，黑方平炮。走到这里，黑方退炮，红方急进中兵。此时平炮打车，当然也可以先称士。这2个变化顺序相差无异。红方平车避让，黑方选择士4进5。此时红方进兵。接下来黑方反击的策略就是3路线，红方上马，黑方进卒吃掉，红方再次上马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是关键点。前面一局我们讲了黑方比较顽强的走法就是象3进5，此时红方上马吃掉马。那么接下来在这里就是本局棋即将非常关键的地方。当然这里我们继续延续黑方5步穿草马的变化，把第3个杀法也为大家展现出来。上马踩着车，同时进炮要打底象，但是走这个棋之前呢，因为红方老家子力还有一定的防守，势必要来一个比较凶狠的走法，就是车8进8。这里进车一卡的话很明确，将来炮打底象顺理成章，同时还有平车过来，既压马倒吃炮，也是在这里损失1马找回一点补偿。那么红方比较好的就是直接快速上马，此时黑方上马踩车进炮打象，红方不得不平车跟住炮，再次上马进车吃掉炮，上马这里目的卧槽杀棋，跳马挂角杀棋。红方比较顽强的就是称士，上马将军出帅，上马吃掉车。好了，5步穿草马可以说非常的快速，而且顺理成章的给红方造成一定的危机，同时拔掉了红方老家这个车。那么接下来红方行棋势必继续进兵发动中路的进攻。走到这里，前面我们介绍了黑方的2个应对策略，退炮打车，把红方这个车打回老家。第2个呢，就是退车回来进行一定防守。这2个走法黑方都是大败而归，因为红方始终有上马踩士破势入局。本局我们继续看它第3个变化，就是直接回马踩掉炮。这里目的很明确，因为这个马已经发挥了它最大的价值，目的引诱红方平炮打掉马，也是摆脱中路的威胁。现在红方当然是不会打的，因为红方已经是车马炮兵4个大子，成一个立体式正面进攻。本局棋我们将再次为大家展现出组合的技巧。大家看一看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接下来红方该如何入局呢？这里咱们就直接为大家走出来，依然是上马踩中士。现在很明确，黑方敢不敢进士吃马呢？我们不妨也为大家先分析一下。如果说直接吃掉的话，红方进兵一吃，很明显你现在象不敢飞中路有炮，典型的铁门栓。现在即便是老将避让开的话，那这个变化一走的话，兵入9攻的话，接下来平兵平车过来也是杀棋，那这里很明显是守不住了。好，我们返回到这里，也就是说红方一旦上马踩掉中士的话，黑方就必须得想办法进行一个回防，即便是出老将其实也是不行的，因为回马这里一将军的话，你现在一进去的话，进兵吃象同样杀棋，称士的话既有进车砍象杀，还有平车砍士杀棋。所以说车马炮兵4个大子已经形成非常雄厚的攻势。我们返回到这里，现在黑方也只能退车回来防守，不让红方小兵进入9攻，造成组合杀法。但是这样走的话，红方回马的话，这里就很明确了，下一步棋进兵吃象的话，同样是杀，老将动不了，这个是撑起来也是快速的平车砍士杀棋，已然是没有力度。
当然，他最为顽强的还只能再次调转枪头回来跟住这个炮。比如说进兵吃象的时候，他可以平车砍炮，换掉当头炮的话，将来中路减轻进攻的力度，同时他的子力不亏。但是红方有这么一手平车，现在进车吃底士的话，同样是杀棋。你现在如果说撑势的话，平车砍杀棋，也只能选择退炮回来。那么好了，这里很明确，进炮一打象。无论现在黑方怎么走，红方都是一招平车中路，绝杀无解。所以说在这里啊，黑方退车回来以及再调转枪头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挽回的余地。我们倒不如看看黑方最为直接的走法。我们依然是返回到这里，红方车在象头上，与其退回来防守，还不如直接退车跟住这个炮。那么接下来红方又该怎么走呢？这里你现在炮打象不成立啊，进兵吃象，我平车砍掉炮。那么在这里啊，红方依然来了一个平车，这里依然是叫杀。可能大家会认为这是怎么杀了？你进车砍士的，我老将上来。当然不是进车砍士这一步棋，而是直接接下来进炮打象，就是个杀棋。好了，现在黑方仅此一步平车破掉红方的中炮。那么在这时候，红方这一步棋非常的关键。如果说此时你飞象吃车的话，他撑势吃你的马，你就没有杀了。先进车将军，黑方进将吃掉马。此时如果说平车吃掉这个车的话，那显然大家会说你这个水平非常的差。那正确的走法应该是直接再退车一将，来个顿挫，老将只能下去，这时候再飞象吃掉他的车。吃完之后，这里很明显进兵砍象，进车下底杀棋，有双重作用，既有进车抽掉他的一路车，同时这里小兵呢入9攻也是非常的厉害。黑方迫于无奈，只好选择退象。此时红方再次大摇大摆进兵，不知道这步棋啊，大家有没有想到？可以说啊，稍微有一点小窍门。现在进车底线一点的话，就是杀棋。你老将摆开的话，兵入9攻，你依然是没有办法，那只能硬着头皮飞象吃掉，进车一将军，只能起来平车抽掉。好了，现在黑方是马炮，红方是车马，同时一车10子寒，显然红方是锁定胜局。那么经过前面3局的演变，为什么黑方5步穿草马始终落入后手呢？我们返回到这里，找出黑方真正失败的原因。那这里红方要上马踩马的时候，黑方最为好的就是上象，此时上马踩掉马。那么通过前面的分析，接下来黑方都是进车卡住象腰，意在进炮打象，同时平车过来形成一定的攻势。这个走法看起来非常有反击力度，实际上走了一个5步穿草马，反而没有防住红方先手的进攻优势。那么然而红方最为重要的一个子力就是这个7路马，因为通过前面3局的演变，他始终有上马踩掉中士，破势入局，同时加强后方的中炮使得他车马炮兵4个大子组合，黑方难以招架，屡战屡败。当然找出关键的原因之后，我们就得从他这个马来入手，由此不难推出黑方最为关键的一招，应该是先平车出来，先抓红方这个马，迫使红方这个马定位。如果说这个马上前的话，将来炮闪开的话，始终这个马容易遭到进攻。那现在前进无路，仅此退马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，大家就会发现，先前红方这个马进攻，它是没有进攻的方向的。现在中路有炮，而且是瞄着自己的马，通过炮马兵的话，使得自己中路加强了一个防守。黑方目前来说，老将还可以安枕无忧，同时这个车也出来了。那么这里就很明确了，此时此刻黑方再次选择车8进8采取进攻的话，
已然是先解决了自己后方的危险。然而再次进攻的话，使得双方还可以再次对弈进攻下去。这里很明显，红方再次上马，接下来黑方再次上演五步穿草马的话，就稍微顺理成章。双方继续往下演变呢，局面各占优势，也是一个时间战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我们在本局的最后找到了它关键点，同时也说明了双方的进攻的优势。在往往对局这个局面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出车，迫使红方这个马先定位，先退掉敌兵，然后再次进攻方可使得自己的阵营稍微稳固。好了，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